从合作到被观众记住的屏幕默契，能够被观众持续记住的演员组合并不多，而刘宇航与翟依莹正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对高频合作型搭档。两人多次在都市情感类短剧中同框出演，从初期的普通合作到逐渐形成稳定的银幕默契，他们的组合开始被观众反复提及，并逐渐具备一定的辨识度。与传统长剧不同，短剧的节奏更快，情绪更集中，对演员之间的配合要求也更高。在有限的篇幅内，需要迅速建立人物关系，并让观众在短时间内产生情感代入。因此，演员之间是否合拍，往往会直接影响作品的观感。刘宇航与翟依莹的组合之所以被注意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在都市情感题材中的自然互动。无论是误会冲突、情感拉扯，还是轻松甜感的日常片段，两人在镜头中的表现都较为连贯，没有明显的割裂感。这种顺畅感成为观众对他们产生记忆点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合作次数的增加，观众逐渐开始用搭档感、CP 感强来形容他们的荧幕表现。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评价更多来自角色呈现与剧情氛围，并不等同于现实关系的判断。在影视行业中， CP 感本质上是一种角色化的化学反应，而非现实延伸。也正是在这种稳定合作的基础上，两人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短剧话题讨论中，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关注度积累。都市情感类短剧之所以成为近年来的热门类型，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强情绪密度与快速叙事结构。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剧情中，必须完成人物建立、矛盾出现、情绪推进、关系变化的完整链条。在这样的结构下，演员的表现力被高度压缩和放大。刘宇航与翟依莹的合作恰好契合了这种节奏需求。他们在情绪转换上的速度较快，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平静到冲突，再到缓和的变化，这使得剧情推进更加顺滑。例如，在一些常见的都市情节中，误会引发的冷战、职场中的竞争关系，或是意外重逢后的情绪波动，这些情境都需要演员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情绪递进。如果节奏断裂，观众很容易出戏，而如果表达过度，则可能显得浮夸。从观众反馈来看，他们的组合在这类节奏控制上表现相对稳定，因此更容易形成看得进去的观感体验。这也是为什么在多部作品之后，他们逐渐被贴上高匹配度搭档的标签。与此同时，短剧平台的传播机制也放大了这种搭配效果。当某一组合在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时，观众的记忆会被不断强化，从而形成固定印象。这种印象一旦建立，就会进一步推动讨论热度的上升。在近期的讨论中，有关刘宇航与翟依莹的新剧《杀青》消息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一些传播内容提到，该作品在预约阶段就出现较高热度数据，例如预约量突破较高区间，引发部分观众讨论。需要理性看待的是，短剧行业中的预约量、热度数据等指标，往往受到平台机制、宣传节奏以及用户兴趣集中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并不等同于最终作品质量或市场表现。因此，这类数据更适合被理解为关注度信号，而非绝对评价标准。与此同时，换搭档这一话题也成为讨论焦点之一。在短剧行业中，演员组合频繁调整是常见现象，主要原因包括档期安排、题材匹配度以及制作方策略调整等。因此，搭档变化本身并不具有特殊含义，而是一种行业常态。不过，由于刘宇航与翟依莹此前已有较多合作基础，当出现新组合或合作变动时，观众自然会产生对比心理，从而放大讨论热度。这种现象在影视内容传播中十分常见，
本质上属于熟悉组合被替换后的注意力反应。从内容传播角度来看，这类话题之所以容易扩散，是因为它同时包含了3个要素：熟悉、演员组合、情感型题材以及变化这一信息差。因此，即使信息本身并不复杂，也容易形成较高讨论度。在观众讨论中，身高差明显是刘宇航与翟依莹组合被频繁提及的一个视觉特征。这种视觉差异在影视表达中往往会被放大为角色关系张力的一部分。从镜头语言来看，身高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画面层次感，使得人物关系在视觉上更容易区分主次或情绪位置。例如，在对视、拥抱或并肩行走的场景中，不同的身高结构会自然形成画面落差，从而增加画面记忆点。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视觉特征只是辅助因素，并不能决定作品质量，也不直接代表角色关系设定。在专业影视制作中，人物关系的核心仍然取决于剧本逻辑与表演完成度，而非单一外形条件。观众之所以对身高差敏感，更多是出于审美习惯与视觉识别偏好。在信息快速消费的短剧环境中，能够迅速留下印象的画面元素更容易被传播与记忆。因此，当刘宇航与翟依莹同框时，这种视觉特征与他们的情绪表达叠加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观众对其组合的整体印象。但这种印象仍然应当被放置在角色呈现的框架下理解，而非脱离剧情本身进行解读。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刘宇航与翟依莹的案例其实反映了当前短剧行业中一个较为典型的现象：稳定搭档带来的内容识别度提升。在短剧内容高度密集的环境中，观众每天会接触大量相似题材作品，如果缺乏明显记忆点，作品很容易被快速遗忘。因此，固定或半固定的演员组合成为制作方提升辨识度的一种方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建立观众信任感，让观众在看到熟悉组合时愿意更快进入观看状态，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一定的内容标签效应。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果过度依赖固定搭档，可能会限制演员的角色多样性，也可能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因此，在行业实践中，如何平衡稳定组合与角色创新，成为制作方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对于观众而言，理解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区分角色表现与现实关系。荧幕上的情感表达是剧本、表演与镜头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映射。总体来看，刘宇航与翟依莹的组合之所以能够引发讨论，本质上仍然源于作品本身的传播效果与观众的情绪参与。他们的合作只是短剧生态中的一个缩影，而非单一现象。随着短剧行业持续发展，类似的演员组合还会不断出现，而观众的关注点也会在内容、节奏与情绪之间不断变化。感谢大家阅读本篇内容。本文基于公开信息与行业现象进行整理与分析，旨在客观呈现短剧演员合作与传播现象，不涉及对个人的主观评价或不实信息传播。感谢支持与关注。